暑假开始了，但是在中国，很多孩子还是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出门，去哪里？去补课班。补课就是在学校以外再去上课学习。还有一些孩子虽然没有出门，在家里，但是他们会有学校给的一本一本的暑假作业，有些老师还会用手机留作业，孩子要主动用手机去打卡。虽然在家，每天也是学习和写作业。我有一个小侄女，今年14岁，明年她就要升高中了，所以今年暑假家里给她安排的特别满。学校老师有留作业，她还要去外面2个星期去上课。我以为这已经很多了，但是她说我这个算轻松的。可是国家早就说了，暑假学校不能组织补课。既然国家禁止了，为什么还会这样？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3条新闻标题来看看中国孩子的暑假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教育部发文严控暑期作业总量，别把暑假当第3学期。别把暑假当第3学期是什么意思？在中国，学校有2个学期，第1个学期9月开始，而第2个学期是在春节以后开始，没有第3个学期。那暑假本来是第2学期结束后的休息的时间，但是现在很多的孩子暑假跟上学没有区别，所以有人说这已经变成了第3学期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要补课，很多家长给孩子安排了补课，有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因为他们知道别人家的孩子也在外面补，如果你不补，开学以后你可能就跟不上别人。中文里有一个词解释了家长的想法，叫弯道超车。弯道就是路上有弯的地方，那弯道的时候大家都会慢下来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时候才是最好的机会超过前面的车。用在学习上，暑假别的孩子在玩，你在学习，这就是弯道超车。开学的时候你就超过他们了。其实不补课，老师已经留了很多的暑假作业，有写的，有看的，还有练习，再加上家长给安排的补课，孩子们的暑假就真的成了第3学期。所以教育部就是管理全国的学校和教育的一个部门，说这样不行，暑假作业要严格控制，不能太多，不能把暑假变成第3个学期。但是这样做有用吗？快说一件事，如果你想用真实中文练习阅读，我帮你准备了一篇免费文章，我用语音陪你读，链接就在下面，点一下就可以开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
暑假报班别盲目，科学规划更重要。学校不补课了，作业也少了，看起来好像有用了。但是新闻标题里说了另外一个问题，报班，就是报名参加课外班的意思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补课。这条新闻说报班不要盲目，盲目就是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就去做。为什么说不要盲目？因为很多家长真的是因为别人报了，自己才去报。教育部说学校不能补课，但是在学校以外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补。所以现在有一个现象，学校不补，但外面的补习班反而更忙了。而且有一些补课换了一个名字，比如夏令营。在很多国家，夏令营是玩的，爬山、游泳、交朋友。但是在中国，很多夏令营其实是学习，英语夏令营、数学夏令营、编程夏令营。换了一个地方，但是内容差不多。上课、学习、做练习，有时候还有考试。所以你看上去国家一直在努力，但家长们不想让孩子休息，他们想着各种办法让孩子在暑假多学习，可以弯道超车。那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吗？他们的暑假都这么辛苦吗？暑假报班别盲目，学生群体两极分化，一部分穿梭于培训班，一部分自主放松。为什么同样是中国孩子，暑假会这么不一样？这条新闻说了一个现象，中国孩子的暑假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，两极分化，就是两种做法差得很远的意思。一边的孩子每天要去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上课，新闻里用的词是穿梭，意思就是一会儿在这里，一会儿又在那里，非常的忙。而另一边呢，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怎么过，去哪里玩，比较自由。其实我不说，你也能想到，答案在家长。有一些家长年轻的时候因为努力学习，考上了一所好的大学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，有了更好的工作，开始在大城市生活。所以他们相信，要有好的未来，就一定要努力学习，所以也会这样去要求他自己的孩子，希望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。但是也有家长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了，他们知道孩子需要休息，需要玩，不能一直上课。这些家长知道，在学习这条路上，孩子的选择其实越来越多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孩子上高中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
链接就在上面。当然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家长，在小学升初中，还有初中升高中这几年，孩子的压力都会更大一些，因为他们有非常重要的考试。就像我的小侄女，明年对她很重要，因为她要考高中了。所以这种分化不是因为家长爱不爱孩子，而是他们对学习、休息、压力等等的一个理解不一样。说到这里，你觉得什么样的暑假是个好的暑假？你过暑假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或者你的孩子今年这个暑假会怎么过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真实的中文，下面有免费的体验链接，点一下就可以加入。我是Coach天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周见，拜。